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这种歌。马上叶兰的卡池就要到来了，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多半就是万叶的复刻了。同时，当然还有萧公的复刻在前面等着我们。在目前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米哈游肯定会在3.0之前把所有的到期角色全都复刻个遍，这是一种非常暖心的计划，以便旅行者们在进入新的国家之前，游戏系统在进入一种全新的环境之前，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没有，我们在麦克风面前其实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目前而言，到期角色除了比较后期才登场的荒龙一斗之外，只剩下2名角色没有复刻，分别是风岩万叶以及长野原萧公。我相信有很多旅行者仍然在做着原始规划，在纠结着要不要抽这2名角色，尤其是卡兹哈滚。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重点聊一聊这2名角色，聊一聊硬核的游戏环境。关于风岩万叶这个角色，目前整体而言，在玩家圈子都是有着相当高的评价的，机制非常优秀，简单粗暴的增伤拐，官方捏着万叶不复刻，仿佛就像是在害怕玩家们得到它。有万叶跟没万叶是完全2个游戏，强度控制翻车的产物，因为机制过于强大，不知道要怎么样针对。这一波呀是要爽到官服了。类似的声音我们反反复复可以听到，你觉得前面的这一些说法贴切吗？觉得贴切的扣个1，听到就想笑的扣个2。如果你赞同类似的观点的话，那么很好，你带着类似的问题跟着我一起做完这一期视频，开拓一下新的视野，你就会感觉仿佛像是烟散云霄那样，更加了解原神这款游戏的机制了。而另一位角色火系的普攻主 C 萧公，相对而言风评就要平淡非常多了。整个原神的 2.0 时代啊，都把萧公体现的仿佛就像是没有办法抬起来那样。我们且不说海天后的深渊使用率已经蹦上天了，神女梨花在适配它的环境下，也总是能够交出80%-90%的成绩单。在 2.1 前后登场的3位少女角色，似乎只有萧公总是跟强度2个字格格不入。没有错，简直就好像是设计上面强度给的不够，弱的让人心疼。在这里分成了2拨人，第一拨人呢，他们认为萧公只是单纯的太弱了；第二拨人呢，则是认为米哈游只是单纯的不想抬萧公罢了。你认为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首先，我得明确我的观点，那就是跟萧公上线前一模一样。我认为萧公的强度是属于非常完美的正常区间的。在面对飞在半空的多动阵的时候，只要他没有飞到甘雨专属的高度，即使那个原墨跟雷音权限一样好动，萧公都是拥有非常长的输出窗口期的。没有错，即使10件里面丢掉3件，他仍然有70%的有效输出。而真正有萧公的玩家都知道，实际上即使是在萧公刚上线的那个版本，他在实战之中的丢件率都没有网上说的这么夸张的。米哈游他肯定有数据的呀，在测试服能够10件丢个5件的话，这个角色就不可能上线，我跟你们说。当然不管是八冲也好，还是萧公也好，没有优化好的地方给人抓着小辫子就冲了，我也只能说活该。尽管在萧公事件的时候，我也有呼吁大家要冷静，但是总的而言，毕竟对吧，作为一个称职的乐子人，这种事情还是喜闻乐见的。吃着可乐喝着瓜，谁叫你们自己优化不到位呢？其实关于萧公的强度，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呢？如果在过去1年多的深渊里面，在深渊买房住了5、6期的不是见鬼，而是雷晕权限的话，如今原神社区的风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的主张肯定是雷晕权限太愤了，进入深渊会得罪玩家，但是首先第一，这个问题只是假设；第二，米哈游真的很害怕得罪玩家吗？没有错，在有些人反驳你总不能期期都是雷晕权限吧之前米哈游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只要他们想要左右环境，只要他们想要扭转玩家喜欢上某些角色的习惯，他们确实可以把某一个 boss 就这样一直丢在深渊，赖着就不走。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想不想干罢了，符不符合利益罢了。那么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雷音权限一旦进入深渊，到底哪里不符合米哈游的利益？没有错，我想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首当其冲的应该是雷电将军啊，因为雷电将军他本身打在雷属性的原模上直接就免疫了嘛。但是我个人认为啊，甘雨打不了冰史莱姆，胡桃打不了火史莱姆，这一些都不叫缺点，因为这些是每一个角色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属于人人平等的。然后像尤拉这种不主打元素攻击的，作为代价物理系就相对而言更容易躺枪嘛，物理抗性高的原模普遍居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把雷电将军抛开吧，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过去几个版本雷晕权限一直都不敢进入深渊12层？带着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稍稍把视频停下来5分钟去思考
考一下。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就是萧公打雷音权限真的很有优势的。雷音一旦在深渊买房啊，原地起飞的肯定就是萧公的使用率的。因为所谓的深渊使用率啊，单纯的就是一大堆功利的深渊玩家直接使用最简单的阵容，然后排出来的顺序而已。就打比方说，有很多人会嘴硬胡桃打火使徒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火使徒没有火抗嘛，我用航球去破盾不就可以了？事实上，在这一期虽然胡桃的深渊使用率暴跌了，但是其出场率基本上是压倒性的集中在上半场，没有错，就是反而有2个火使徒的那一个半阶呀，胡桃的出场率反而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不是胡桃不能打满深渊，只不过单纯的一大堆玩家一看不是最优解就没胃口了，不用了。而雷音权限呀，你同样去观察风评的话，你也会发现它很明显的是相当利好萧公的，因为你从来都只会听到别人说某某某角色打雷音也能打，但是你从来不会有人这样去说啊，萧公打雷音也能打，我走一下位还是能打的，就从来不会有人说萧公打雷音难打的呀。所以要是这么说的话，估计大家都会对他投去对吧温柔的眼神了。那么对吧，同样作为 2.0 之后的新角色，为什么雷音却得不到见鬼那样的爱呢？官方为什么不敢把雷音权限放进去深渊12层呢？哪怕一次都不敢，甚至连漂浮林稍稍试探了一下，后面也不敢进去了。我想聪明的人马上就发现问题了，他们是怕误伤了有些角色。如果雷音权限一旦进入12层的话，最大的受害者是谁？是哪一些人？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胡桃吧。胡桃是不是受害者？肯定是的呀，因为雷音权限它是能上水的，一旦上水之后会产生水雷共存。但是记忆力好的观众一定听我这样解释过，那就是水属性它本质上是属于背景元素。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稍稍解释一下，就是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火属性戳上去是优先跟雷属性反应的。也许有人就要说了，那雷国队里面水雷共存的时候，香菱不是同时可以打超载和蒸发吗？一起打呀，不是挺爽的？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真相是水雷共存之下，必须得优先消耗完了雷元素，才会接下来跟水元素进行反应的。但是事实是，雷音权限是拥有无限的雷附着的原魔，也就是说，在他身上的雷元素是无穷无尽的，你不管往他身上怎么打，你都是超载，永远打不出蒸发反应。而一旦被剥夺了增幅反应之后，你就会发现胡桃就只剩下账面 DPS 远远低于萧公这一点了。我想真正懂原神系统的玩家一定知道，那就是胡桃它倍率其实本身是不怎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是假定在高覆盖的增幅反应之上的火 C， 也就是说胡桃的真实倍率其实是需要再加上一个反应系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命的胡桃跟零命有误切的神邸在主流的等造价的配对之下，它的 DPS 其实并没有相差太远。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会见到很多人去车神邸灵华，说什么哦，你怎么给了一个4000倍率的大招呀？这个是不平衡什么的，这是数据的膨胀呀什么的。会这样说的人，肯定是游戏理解都非常的，对吧？就比较未来可期的啦。米哈又只是单纯的把胡桃的倍率偷偷藏在了反应系数里面而已。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小把戏可以骗过这么多人的眼睛啊！雷电将军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他看起来倍率很低，但是实际上他拥有一个愿力系统，以及一个极端神奇的不应该是恶命的恶命。老观众一定记得我这样形容过雷电将军的恶命的，它本质上就等于给了你一个增幅程序。大家这样去理解，雷电将军点了恶命之后，他几乎每一刀都是雷蒸发，或者说雷融化，大家这样去理解就可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恶命的雷9万班在同样是5个5星的造价之下， DPS 遥遥领先其他队伍。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雷9万班的实战视频，很好搜的，网上到处都是。将军一刀过去就是40几万，接下来的每一个重击都是14、15万跳的，而且全都是大范围的攻击。也就是说，不管将军还是胡桃，他们其实都有隐藏倍率的。而神里灵华是一个从上到下都不具备打反应的潜力的角色，那他自然就只能跟炎系与风系一样，直接简单粗暴的给一个高倍率了嘛。这个其实只是很简单的设计逻辑而已，拿这个来车未免真的，对吧？比较让人无语。但是很显然，在实战之中，我们不能够假定胡桃在所有的情况下，他都能够打出增幅反应。没有错，在面对雷音权限的时候，恰恰就是如此。在被剥夺了大量的倍率之后，胡桃打雷音肯定是费劲的，也远远不是最优解。作为近战角色，胡桃导航航球的羽连剑的能力啊，也远远不如萧公这种本身就是弓箭手的远程选手。但是胡桃
桃不过是一个老角色罢了。我相信官方其实顾忌的并不是胡桃，没有错。同样作为火 C 啊，我想很多时候大家被一件事情蒙蔽了双眼，那就是大家总觉得啊，把萧公抬起来似乎就是不利于胡桃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的。但是如果说米哈游是因为舍不得胡桃而不敢把雷音放进12层的话，我觉得未免也言过其实了。没有错，聪明的观众看到这里应该早就明白了，米哈游一直死死的捏着雷音权限呀，他们是害怕误伤到目前而言原神最高造价的永动队呀。在上一个林华的硬核篇视频里面，我有跟大家详细的分析过米哈游是怎么样费尽心思去通过深渊的布局把雾切之回光的重要性给凹显出来的。这么多武器之中，偏偏断浪系列就没有单手剑，甚至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而一旦没有雾切之回光呀，神鹤万星的 DPS 就在账面之上仅仅停留在5万出头的水平了。没有错，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平均练度的玩家呀，他用林华去打无相铁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吃力，单纯的就是在25词条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雾切，神鹤万星是打不出 T1 级别打装队的账面数字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没有断浪的单手剑都很拉，但是攻系的武器啊却一个比一个猛，在这里首当其冲就是弓杖呀。在上一个视频我虚拟了一把断浪的单手剑，在神鹤万星之下可以提供69%左右的元素爆发增伤，对不对？没有错，断浪系列的武器啊，它本质上还是有条件被动，它的增伤给多少还是看你队伍总体有多少的元素爆发能量的。而可怕的是呢，这把弓长它是真正的无条件被动，直接就给了80的普攻增伤啊！它其实有一个 debuff， 只不过对于萧公而言就等于没有 debuff。没有错，老观众一定记得我在萧公上线之前就这样评价说，她是一个持家的好女孩，满金的弓长呀，跟金炼1的飞雷弓甚至是拉不开很大的差距的。更可怕的是呢，弓长它并没有写小作文，飞雷弓你还得在实战中打着脑溢血啊，能量满了被迫把大招甩出去，但是弓长却没有这个问题。真正懂数据模型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飞雷弓啊，它的设计上面数据模型给的词条就有一点多。满金的情况下，跟雾切同样提供80%的增伤的同时呢，它居然还额外给了40% 攻击力的常驻被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年直接这样说了，飞雷弓简直就是武器界的命作战士。我当然知道雾切除了元素爆发之外，还可以作用于普攻跟重击啦，甚至一技能。但是对于萧公而言，我们都知道它的伤害非常不平均的，大幅度倾斜在普攻上面。所以其实飞雷弓只要对普攻有增伤呀，对萧公而言就是相当有力量的有效词条了。也就是说，弓长其实是逼的米哈游不得不把飞雷弓设计成一个比较极端的、比较强劲的武器。但是由于5星武器它设计的时候可以给的模型是固定的，这也就导致了飞雷弓尽管被设计成了一个非常超模的样子，它仍然跟弓长拉不开非常大的差距。没有错，这里就存在第一个转折点，那就是飞雷弓对于萧公而言是完完全全不必要的。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拉开4星武器跟5星专武之间的差距了，至少30%、40%差距是肯定拉不出来的，因为弓长的被动就是给的太简单了，也比断浪系列还要强。更重要的是，它居然还是常驻的4星武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好听一点，就是萧公对于玩家而言是个持家的好女孩，但是在我们的美少女歌姬策划眼里啊，肯定是打心底的看不上萧公这种不赚钱的女孩的。因为弓箭类的武器啊，实在有太多超模的了。我们先不说天空直接有60几的双爆在上面，打重击的话，阿莫斯也是个超模的常驻武器啊，这2把居然都是可以歪出来的。然后如果你把萧公设计成什么元素爆发呀，或者是战绩之类的，又有绝贤在后面虎视眈眈，所以打从一开始呀，萧公就在亲女儿赛跑上面输得很惨很惨。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觉得，那萧公可不可以直接设计成单手剑啊？没这么简单的，我跟你们说。且不说你不能把所有角色设计成单手剑，更重要的是呢，类似于云锦，我相信其实萧公的美工是在很早期就已经定型了。在原神很多的美工都在设计上有细节的，有一部分弓箭手明显的手上有防具的，所以至少对于萧公而言，强行单手剑显然不现实。弓系的武器呢又太过于平民了，但是这仅仅只不过是原因1。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原因2吧，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即使抛开
萧公的专武很不好设计，也不好卖这个理由，有利于萧公的元魔们呀。设计上都有一个特点，通通都有这个能力。徒手拆掉 2.0 以来最豪华，同时也是造价最高的队伍。没有错，一直以来米哈游在环境上面精心护航，宣传造势的神鹤万行。关于林华打雷音会很难受，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就你要去凹好多盘，然后凹一个什么4绝缘的大招打满了什么的，就很没必要了。林华穿绝缘4件套，要么就160的充能，收益跟2+2打的有来有回，然后你就更难凑词条，要么就堆到200的充能，词条你又亏了双爆。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解释过了，林华其实是没有第2套4件套的角色。绝缘如果你只堆到160、170的充能的话，那个收益你还不如直接穿2兵2中士来，稍稍算算你就知道，这些根本就是死数据，这个肯定是比胡桃去打活使徒还要坐牢的。但是你又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很简单呀。首先，雷音权限是可以让4兵套完全当机的，因为它不仅不能冻结，不仅是多动阵，它首先还不能冰附魔。没有错，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有第2套圣遗物的干预啊，就算穿上了乐团4件套，在打雷音的时候，也注定了是绝对会亏掉双兵共鸣的。对于林华而言，这个问题就更加头痛了，因为所谓的绝缘套玩法，你除非完全不驻场当个副 C 了，不然你肯定不会牺牲双爆去堆220、230的充能的呀。当然，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玩法了，只不过以林华作为主 C 去打雷音权限的话，很显然，即使抛开雷音权限本身就是不可冻结的多动阵这个林华不擅长的领域不谈，首先圣遗物就是一个大问题，双兵挂了兵套挂，这怎么打吗？但是在这里，我们先把神鹤万星的主 C 抛开，姑且不谈。关键问题在哪里呢？那就是神鹤万星里面风评最好的成员呀，也就是叶天帝，在面对雷音权限这种类型的元魔的时候呀，表现的是比林华还要乏力的。没有错，如果雷音权限它是风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只不过是同属性免疫了罢了。但是这可是雷音权限呀，不是风音精灵啊。没有错。当一部分的玩家认为万叶的身手非常全面，足以应对所有的场景的时候，有这么一小部分的玩家却早就意识到了万叶非常不擅长面对雷音权限，亦或者说类似于雷音那样设计的元魔。在这里我主要指的是附着设计。接下来进入讲解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班尼特点按一技能对雷音权限造成了744点的伤害。随后我们让万叶在班尼特圈里面自行附带火元素的情况之下，使用一技能进行所谓的双扩散。很多玩家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万叶拥有自行扩散火元素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在面板上面万叶仅仅得到了雷元素的伤害加成，而 15% 的火元素伤害其实是来自于班尼特的6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万叶的天赋彻底当机了，打个雷音加了雷伤，那未免也太感动了。雷电将军为你送上了最真挚的感谢。随后我们再用班尼特点按一技能确定了连4封套也没有激发。接下来我将给大家解释一下误区在哪里。万叶其实根本就没有扩散自附着元素的能力，它仅仅不过是跟其他的风系角色一样，下落攻击的时候把下落攻击染色了罢了。这个跟所谓的自扩散没有任何的关系，在平时只不过是万叶的下落攻击染色的同时呢，给敌人火附魔了，同时进行了扩散罢了，所以才造成了简单的双减抗。但是在面对雷音的时候，你的下落攻击染色成火了，同样不能给雷音进行火附魔，那么自自然然的万叶的增伤以及减抗呀就双重罢工了。也就是说，不管是增伤还是减抗还是巨怪，万叶的主流本事呀，在面对雷音权限的时候全都是个白板。唯一有效的呢，是不止他可以激发的那一把来自他故乡的唯一的联系的专武苍古自由之势。大家要这样去想一想，目前而言，万叶在玩家圈子的声望呀，基本上就跟 1.0 时代的温迪差不多的，是属于正旺盛的时候。要是雷音权限一旦进入12层，跟见鬼一样买房个5、6期的话，这一切的表象就会瞬间瓦解。是不是又要来那一句经典的这一路不通，你不会走另外一路吗？温迪也是这么想的哦。不管怎么说，尽管很多硬核玩家内心有数啊，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在大部分玩家的眼里面，万叶是属于没有办法针对的。甚至在最近的交流，我发现都还有很多的玩家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万叶站在班尼特圈子里面就一定可以减火抗，而雷音权限一旦频繁的露脸，那么自然就不会仅限于硬核玩家圈子，类似的话题马上就会在主流社区更加广泛的讨论开来。首先就会把万叶的机制难以被针对这一种印象流给直接推翻。我相信在
在米哈游的设计组眼里面，神鹤万星的地位必须是无瑕的。不仅因为它造价非常之高昂，而且有专武和没专武呀，那个体验也是差距很大的。在现阶段，这一套阵容就必须打得很舒服，风评上自然也必须得极力护航。问题是暴露不得的。更有意思的是呢，我越思考就越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首先，面对雷音权限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触发四风套的。反应快的观众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我前面也这样提及了，那就是只要你的风系角色可以自行扩散的话，没有错，原神里面有这么一位角色可以做到，他的名字就叫做秦团长。秦团长站在班尼特的圈圈上面，他会自己扩散自己身上的火元素，并且还是高频扩散强火，这个就是离谱啊！可能很多人还意识不到强元素被连续扩散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力，这些等到哪一天秦团长的视频再说吧，下次一定啊！在这个视频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这一种火扩散呀是直接判定到雷音权限身上，这是一种直接扩散出去的火，而不是火在雷音身上被扩散，听懂了吗？听不懂也不要紧，大家可以找一支笔随便算一算就知道，这个伤害差距刚刚好，就是少了40的火抗。而秦团长呢，恰恰就是这个原神游戏里面目前唯一可以非常现实的通过四风套轻松的降低雷音权限的火抗的角色。没错，在这里我就澄清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很多人以为万叶的下落攻击跟秦团长一样是属于自扩散，但是通过我前面的对比，你就知道万叶的下落攻击的双扩散呀机制跟秦团长的自扩散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满命的万叶带着满命的班尼特利用武器的双重附魔来打出火扩散这一点呀，对于普通玩家其实是不太现实的。在这里我就稍稍解释一下吧。满命的万叶拥有把武器封附魔的能力，这个跟秦团长的元素爆发能够给角色自身封附魔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秦团长的元素爆发封附魔闪得很快，一般人是注意不到的。那么自然的，满命的万叶站在满命的班尼特的圈上面，导致了武器同时进行封附魔以及火附魔，就自然造成了武器的自扩散。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万叶的武器就激发了四风套，而不是万叶自身激发了四风套。你们听懂这个区别了吗？确实有点复杂，但是万叶激发了四风套还是武器激发了四风套，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没有错，虽然挺绕的，四风套虽然认可满命的万叶手上的武器造成了扩散，但是万叶的天赋呀指明了要万叶自己造成扩散才能够增伤，听懂了吧？也就是说，你就算抽到了满命，甚至为了这种事情去把班尼特的6命给点了，满命的万叶在面对雷音的时候仍然没办法激发自己天赋上面的增伤，这些就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以后所有像是雷音权限这样的设计啊，万叶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肯定都是路直接被封死了的。所以网上有很多说法，说什么米哈游还没有找到针对万叶的方法，所以才不复刻。可是事实是，即使是我这么懂原神的玩家，我也必须认可米哈游的设计组还是比我更懂原神一点的。我都知道的事情，他们能不知道吗？哎，你说这个人这么狂就算了，还狂得这么自然。现在的现实就是啊，比起当年的温迪啊，万叶的问题其实是在现存的原模环境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只不过米哈游是有意的把它给捂着，让大部分的玩家仍然没有意识到罢了。而且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秦团长在面对雷音权限的时候一点影响都没有受到呢？不仅可以减火抗，同时还可以完成加速，辅助能力是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的。也就是说，雷音权限就利好萧公，利好到那种程度了。其实我们硬核玩家圈子早就已经算过了，秦团长算上加速之后，他对萧公的征服啊，实际上是大于万叶的。大家都可以穿风套，然后仓谷都可以拿，那剩下的不就是40增伤输给15增速的问题而已了吗？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合理的去推断，那就是萧琴班再带一个第4人的阵容啊，肯定是在设计的最早期，米哈游就已经很清晰的意识到了，他们也是打心底的明白雷音权限对这一套阵容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他们心里面明白萧公队打雷音那是一点亏磨都没有，倒不如说大家应该反过来去理解，那就是雷音其实就是故意设计成这一队打起来就跟狗一样的。但是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那就是这一套阵容它居然没有一个新角色，这全都是老角色耶。也就是说，当你把雷音权限丢进12层的时候，你发现你抬了一个拿着4星武器就很强的萧公，并且那个萧公会带着一大堆的老角色，不是什么4星就是常驻，要么就是灵命拿着史莱姆就很好用的中里。虽然我知道肯定很多人会说自己没有2命的秦团长了，但是常驻你玩下去又不是叫你玩个6命，我玩个2
命而已嘛。而且平心而论吧，你说常驻角色在米哈游眼里面有什么商业价值吗？你去看个视频，人人都祝你小保底不歪啊。在这里我也祝各位有2/3的机会小保底不歪，我的祝福向来都很准的，不要忘记给我投币哦。所以说这一套阵容真的在米哈游眼里基本上就是2金阵容嘛，除了萧公之外你就抽了一个中里，怎么样，闻到了后面的商业味道了没有？是不是愈发感觉到了顾策划们对萧公的嫌弃呢？就你雷音权限飞进深渊啊，你抬了一套基本上全是老角色和4星武器的阵容，然后呢回过头来一看，如果要抬萧公的话，反而是把另外一套极端昂贵的银河战舰神鹤万星直接拆掉了。在分析完林华跟万叶之后，我们再简单提一下星海吧。再给大家讲一个硬核细节，我前面讲了，在水雷共存的前提之下，火属性是没有办法跟水属性反应的，只要雷音权限身上有无尽的雷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胡桃打雷音会痛苦。同样的道理告诉大家一个很悲哀的现实，那就是在水雷共存的情况之下，万叶居然连水都扩散不到，也就是说看似水跟雷共存了呀，但是万叶就是不能减水抗，就是不能给水增伤，也就是说星海带着什么不灭月华，关键时刻就全队求他帮忙的这个思路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尽管不同于万叶，星海起码还可以发挥千岩和讨龙的辅助作用，不过星海一个人带不动不代表他自己带队带不动啊。你打造一个队伍让星海自己驻场的话，这个思路其实是可以的哦，因为星海、杭秋、叶兰都不怕雷音权限，这个队伍就有一点像是高精准的巡航导弹，3个水系角色一队全部都可以拿专务。在山水队里面，杭秋跟叶兰都是直接就充能解放了，但凡你有优质的 DPS 武器，基底剑跟西风全都可以丢掉，嘎嘎乱杀的。但是你带个万叶是没有任何用的，你还不如带个钟离去减抗呢。没有错，其实神鹤万星里面能够经得住雷音考验的只有星海一个人，所以越往深处思考就越细思极恐啊，难怪你们都叫他海天后呢。至于申鹤，他其实也是顶得住雷音权限的，但是组队肯定是得换一种思路了，队伍里面必须有更多兵系的角色。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那就是在所有的主播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申鹤作为兵队专属才能够用的兵队万叶，而他的增伤能力却仅仅跟万叶差不多的时候，有很多的玩家都在这样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抽一个万叶更加泛用呢？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了嘛，只要4风套一当机，整个万叶所有的机制都会当机，但是此时申鹤是不受到任何的影响的，他的增伤减抗在面对自带元素附着的敌人的时候仍然可以轻松发挥，并且随着队伍里面兵系的角色越来越多，他的增伤能力只会越来越强。林华不擅长打雷音权限，那他可以跟另外一个兵 C， 并且队伍里面只要出现了第3个兵系角色，申鹤的作用就会更强。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申鹤的作用就是用来弥补在4风套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场景下面的第一步试探，而这个试探可以说是放得非常之早了，因为在现阶段米哈游是必然不会对4风套动手的。不管怎么说，在我前面解释完了这么多之后，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雷音权限对环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这之前，雷音权限进入过无关痛痒的11层试过水，我至今记得那一期风评上呀，11层是被骂得最惨。即使只从游戏理解上面来说，我也完完全全可以理解，那就是米哈游在11层试水了雷音之后，为什么最终直接选择了放弃治疗。他们肯定是在11层的大数据分析就已经意识到了，因为雷音权限暴露了太多的问题了，而这些的问题呢，显然他们不希望太多的玩家意识到，那自然得有人站出来给大家科普嘛。对吧？所以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为什么在过去这么久，仿佛米哈游就没有抬过萧公那样，因为事实上他们确实就没有抬嘛。而雷音权限进入12层呀，那个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那至少不能等到期的角色还没有复刻完第一波嘛。事实上，我相信有很多玩家都意识到了，那就是神鹤万星其实打漂浮灵都是很不自在的，因为他们飘得很散，然后万叶的巨怪能力又一点都发挥不出来。如果林华被迫追着漂浮灵们打重击的话，那这个体验瞬间就屌差了嘛。事实上，连漂浮灵这种对环境的破坏力估计只有75分左右的原模呀，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米哈游都选择了雪藏，漂浮灵已经缺席12层好久了。而相对于75分左右的漂浮灵呀，99分的雷音权限，我愿称之为核弹。以后米哈游会不会把雷音丢进深渊12层，或者说设计出类似雷音的原模放进12层之类的，我没办法断言，但是
我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万月复刻前是肯定不会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视频里面也可以看到的就是，萧公他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的弱，他不仅有优势环境，而且在优势环境下面是非常强劲的。倒霉就倒霉在于他手上有一把非常亲民的4星专武，然后又有一群非常亲民的队友。你看，除了秦万班之外，打的什么烟花武装，看一下角色的获取成本，那简直就是一个比一个丐帮。给萧公设计限定的5星专拐行不行得通？在现阶段，我可以告诉你是行不通的。其实神里灵华的弱点非常明显，那就是他本身太笨重了。那么设计他的队友就很简单，万叶跟星海就是为了弥补他的缺点，提供了控制力，这样设计队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萧公的短板在哪里啊？萧公的短板是对群能力耶，你总不能够设计对群的5星后台给他吧？这样的队友太超模了，设计一个可以直接开大之后在后台打桩的萧，对吧？而另一方面，你要直接去设计班尼特、钟离或者是厄命琴的上位替代的话，简单粗暴的上位只会让环境更加有毒。如果要走到这2步的话，那我相信策划们宁愿会选择原地躺平。所以原神当今的环境呀，很多时候是跟着商业价值在走的。而在我看来，大部分的玩家也完全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精简的总结，董哥的高等价值论：商业价值决定了环境，然后环境决定了风评，最后呢，风评就变成了所谓的强度。在高等价值论上面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就是万叶跟温迪。万叶跟温迪本来就是各有优势和特点的角色，直到进入 2.0 之后，米哈游把整个环境塑造成了没有温迪的形状。早在 1.6 的时候，我做视频就这样说了，万叶是一个相当优质的辅助，尽管他的那个4命跟6命就像是在开玩笑那样的。大家要搞清楚，万叶是地面巨怪啊，虽然他的长时间控制能力几乎没有，但是这是区别于他跟温迪的最大特点。在那一段时间，很多主播跟你说你有温迪可以不抽万叶了，现在回过头来被人拿来当梗。但是我是事实上能够理解那些主播他们为什么会说这种话的，在当时那个环境会这样说是很正常的。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万叶跟温迪到底是不是平分秋色已经不再重要了，其根本的原因是温迪的存在啊，逐渐的妨碍到了新体系的商业价值，最终这个商业价值呢，操纵了原神的环境，同时在风评上面也塑造出来了第2批难以被针对、不会被针对的玩到官服的角色，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故事。关于高等价值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这些我们都可以来日方长，日后再谈。其实不管是萧公还是万叶，在我看来都是属于很明显的有自己的特长的角色。我觉得如果只看角色个人的账面能力的话，米哈游的设计组啊，确实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我用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角色的模型的时候，总会去倾向于把优点跟缺点都跟大家说一遍。因为对于我而言，去看待一个角色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思考的过程。有些观众这样抱怨说，他只想知道抽还是不抽，其他他不想思考。那我建议你充钱，因为除了极少数的个例之外，我都能够看到角色身上的设计亮点。对于原神这一款游戏，除了这么几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紧了，就导致只给了数值，然后优化的比较偷懒的角色之外，其实限定的5星呀，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不是设计上的不公平，而是环境上的不公平。这也就导致了很多时候评判强度的标准呀，反而是在对面的。所有的原神玩家最终都会变成原模的玩家。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而这些就是我希望我的价值论可以带给大家的思考。一键3连关注董哥的频道，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